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桃园市大园区许厝港湿地，现在从这里出发，走往草踏沙丘。这段路我3年前走过，最大的不同是现在多了一座许厝港自行车道景观桥，所以可以不必绕道走西滨公路3段。夏天很热，蝉鸣很吵，不过这样蛮有青春的气息。 今天就拼拼看，走到草踏沙丘。我要从许厝港湿地小燕鸥天幕广场这里出发了。我这个星期都在桃园，可以看得到飞机的地方旅行，可能是我的心遗落在桃园国际机场吧。老婆出国旅行8天。 今天终于要回国了，重生再造许厝港。全国最大的湿地复育工程。以前被非法占用的渔温，现在都已经恢复成为湿地。往许厝港景观大桥。 600公尺，水沟好多螃蟹。这座桥就是去年4月完工启用的许厝港桥，是自行车道景观桥。我3年前在桃园海岸徒步旅行的时候，最辛苦的就是这个路段。 当时没有这座景观桥，必须绕到前面的西滨路3段高架桥。这是老街溪出海口，右前方远处。 是我出发的地点，许厝港湿地小燕鸥天幕广场。往草踏沙丘750公尺，所以有了这座景观桥之后，许厝港湿地与草踏沙丘之间的距离已经缩短到不到1.5公里。 自行车道沿途设施很完善，沿途都有洗手间。左侧那里有土地公庙、福德祠、港子嘴福德祠，所以港子嘴是这里的地名。里面的碑文有提到，在明末清初，这里是帆船出入的港口。 所以称为港子嘴，不过这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式了。而许厝港在清代也是跟大陆往来的一个通商港口，也是成为过去式了。港口已消失，现在成为国家重要湿地。造访土地公庙的好处，就是有机会认识本地的地名。 往草踏沙丘500公尺，左侧巷子里面有一间土地公庙，福德祠。后面那间庙是积善同永应公庙，新的土地公庙。 里面没有任何碑文简介。这间积善同庙里面也是没有任何的简介，所以合理的推测，可能是新建西滨快速公路的时候，就是把那边的一些小庙，或是挖掘到的无主尸骨，
就集中到这里来建立街庙来祭祀。哦，在这边休息一下，这里好舒适，休息10分钟，准备出发了。左前方是草踏沙丘停车场，这里也有公共厕所。右插入往草踏沙丘地质公园。草踏的踏是指低洼的沼泽地，所以在意义上，草踏比较接近草南的意思。这是草踏地质公园的范围，在老街溪与富林溪之间。前面是张家古厝，也是这附近保存最完整的古厝。古厝前面有一棵黄锦老树。张家古厝建于民国43年。继续走往草踏沙丘。穿过前面的海岸森林，就会抵达草踏沙丘。这是今天走过最凉爽的一段路。走到海岸了，这是观景台。上次来的时候还在兴建，现在完工了。从这里就可以想象，一些住在海边、风车旁边的住家，心里的压力有多大。草踏沙丘，我就在观景台这边欣赏草踏沙丘地质景观。这种天气，如果走到海岸那边去看风景的话，就是天下第一功了。既然来了，我还是到海岸摸一下著名的草踏沙丘。我现在脚踏在草踏沙丘，草踏沙丘是典型的海岸沙丘地形，高度可达10至15公尺，沙丘绵延8.1公里。为台湾海岸沙丘保持最宽广而完整者，是非常珍贵的自然地景，已被登录为桃园市文化资产市定地质公园。张家古厝前面的黄锦树下，在这边乘凉，好悠闲呐！前面有涵洞，可以穿越西滨快速公路。
前面有一间土地公庙。福德祠，这间福德祠大约建于民国42年。庙前有小路通往前面的聚落，水圳旁是废耕的稻田。这一处聚落的地名是轮子坪，台湾宝图标志的。这是北港社区活动中心，荒废的老房子。海前富文宫、北温书三府王爷庙。中华民国57年，桃园县大园乡北港村姓氏一同叩谢。聚落里面有一些老房子。 我从庙前的朝云二路走回许厝港湿地。朝云二路就是100多年前通往许厝港的古道。在这边左转，这边有陆上公妈之香味。 这边再左转，走往西滨快速公路。我抵达许厝港港子嘴刚好处社区，进来逛一下。这里有古厝，古厝荒废已久，京城团结也已荒废。 哇，这附近称得上是古厝群。巷子里面还有古厝，这里又有一户。前面是西滨快速公路的桥下，桥下真凉爽，在这边休息一下。待会就要一路拼回许厝港湿地了，出发了。这里有一栋荒废的古厝。 旁边这里有一栋港子嘴聚落，这边又有一栋，这一栋也荒废了。前面又插入往许厝港景观大桥，260公尺。我回到许厝港湿地小燕鸥天幕广场了。
我回到许厝港湿地了，来这边休息一下，待会就前往桃园国际机场去接机。我老婆回国之后，看见我变得又黑又瘦，一定会很心疼，所以我就可以好好讨拍了。我今天的许厝港之旅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